1999年，在菲律宾的一处巨型大矿场中，人们检测到下面可能藏有放射性火囊，高兴地以为找到了罕见的铀矿床，于是这里的负责人便带来大量工具设备。可当他们来到现场时，矿场不知什么原因直接坍塌，所有工具设备也全部掉入谷底，甚至还有上百个矿工因此失去生命。为了查清地下的真相，科学家特意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最深处，却震惊地发现上古时期哥斯拉的骨骸，男人顿时被吓傻眼了。但事情远不于此，当他们想进一步探查时，无意间发现头顶居然有2颗木托的包子，它正处于休眠状态，可另外一个不知什么原因竟提前孵化逃离了这里。很快科学家便在后山发现木托离去留下的痕迹，此处正通向大海，木托究竟去了什么地方，根本没人知道。在日本的雀鹿罗市，一架核电站突然检测到极其诡异的地震波动，作为负责人的乔却一眼发现端倪，因为地震波动应该是牙齿形状的，而他们收到的竟是有排有序的图像。为了日本群众的安全起见，乔的妻子特意带着同伴前往能量波动区。可就在这时，核电站突然出现剧烈的晃动，他立即让下属关掉所有设备，同时想起妻子刚刚才进去，他火速拿起对讲机，打算叫妻子快点出来。此时妻子这边也遭遇了袭击，但是妻子却叫同事们先行离去。可为时已晚，内部发生的核泄漏已经来到他眼前。Oh my god！ 于是在跑命的同时呼叫乔，乔收到后让他快点逃出来，自己则在出口处等妻子。基地再次遭遇的剧烈的晃动，乔立即叫下属把控制器换成手动，随后立即下去迎接妻子。可他真的能接到妻子吗？不可能。他拼命地朝妻子方向跑去，很快来到出口处，但并未发现妻子身影。于是他趁这个时间呼叫在办公室的下属。下属开始还有点顾虑，但是看在乔的坚持下，最终还是将自动改成手动键。而此时的妻子队伍中突然有几名同事被旁边的钢管绊倒，眼看核泄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朝他们过来，妻子还想把同事救走，但为时已晚。同时乔的领导正在叫他关上舱门，不然全日本的人民都要遭殃。听到领导这番话后，他顿时愣住了，一边是妻子，一边是全国家，作为负责人的他又该如何选择呢？正当他懊恼时，对讲机突然传来妻子的呼救声音，全身颤抖的他只能苦力安慰着妻子。还没等他把话说完，此时的核泄漏已经朝他冲了过来。乔在最后一刻忍心按下开关，正好堵住恐怖的核泄漏。失去妻子的他痛苦地趴在墙上哀嚎，突然感觉舱门后面有声音，他愧疚地回头看去，是他的妻子来到了门口。可乔又不能将舱门打开，于是妻子便脱下头盔，打算死之前让丈夫好好看清自己最后一面。就算他在死之前都要嘱咐乔做个好父亲，照顾好儿子。很快核电站便出现坍塌的现状，工作人员看到迅速逃离现场。正在上课的老师突然听到紧急铃声响起，他立即让同学全部撤离到操场外面。正在收拾东西的福特突然看到是核电站出事了，他不敢相信地站起身来查看，直觉告诉自己父母可能已经遇难了。福特的眼眶瞬间湿漉漉的要尿尿。转眼来到15年后，福特已经长大成帅气的小伙，并且还凭借自身能力考上了海军特战队。今天正是他退伍的好日子。退伍后他回到了旧金山，而且也有一个完美的家庭，一家3口过着幸福的生活。重要的是福特有一个好妻子安妮。许久未见面的夫妻刚进入战斗状态，突然这时一个电话打来，当安妮接听电话后顿时愣住了，她迅速将事情告诉丈夫，是领事馆打来的，福特的父亲乔在日本被逮捕了。于是福特立即收拾东西打算去把父亲领回来。原来乔对当年的事情一直念念不忘，因为政府放出的消息是地震导致核电站坍塌的，因此还将那片区域弄成放射区，而且还禁止人类入内。乔不相信日本政府的说辞，他觉得政府肯定在隐瞒某种秘密，于是隔天他就开着快艇和福特来到放射区，为此还穿好了全部武装。当他们来到放射区内部时，无意间遇到了一群打闹的小狗，乔顿时觉得不对劲，他从口袋拿出检测器，不出意外的话这里根本没有放射物品。面对儿子的催促，他竟不要命地将面罩脱下，深呼一口气后并未发现有任何不适，天气也没有被污染，看来他的猜测是对的。很快他们来到了曾经的老房子，这里已经物是人非，乔也是成功找了当年的磁盘，要是磁盘里面的信号和现在一样的话，那就说明海底下方是真的存在怪物。同时他也找到了当场和妻子拍的唯一一张全家福。正当他沉浸在快乐当中时，突然窗外传来一阵声音，是一架直升机从他们头顶飞过。父子俩见状立即出来查看究竟，只见直升机飞的方向竟是曾经的核电站，而且那边还有灯光。难道政府要重建核电站吗？当两人回头时，却意外被警察发现。不出意外的话，父子俩也是被逮捕了。两人被带到曾经的核电站，不过现在已经被改名为秘密基地。果然，当乔来到内部时，却发现一个巨大的包子，它全身正散发着红色光芒，这正是15年前逃出来的那一只木托，而且当时的核电站就是被它吸收了核能源才发生坍塌。
因为木托现在处于怀孕阶段，所有才在原地休眠。士兵立即拿着设备进行测算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他很快便会破茧而出。负责这次任务的是一个叫做帝王组织的公司，他们专门研究各种各样的巨大生物。同时，他们把乔抓来审讯时，乔说出了惊天秘密，因为他已经猜测出这里的一切。木托发出的并不是什么信息，而是一种极其恐怖的电磁脉冲，方圆百里都会出现断电的情况。话音刚落，这种现状就再次出现，工作室顿时乱成一团。看来木托是要苏醒了。